嗨，我是大明，这里是 D-Min Studio。最近我会来聊聊我自己的演奏上经验，与我这几年在教学上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方法，也分享给你，希望对于正在学口琴的你有帮助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嘴型 U 到 O 的变化的时候，你的口琴上会有什么样的音色不同。那以我自己实际的吹奏经验，我吹到比较低音的时候，我会把我的嘴型变成 U 的嘴型。低音 U 很容易会让人家听不到，因为它的声音比较厚实，那厚实相对会稍微模糊一些。所以如果我把我嘴型变成 U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声音会变得比较靠前。那吹到高音，高音通常会听起来比较刺耳，所以我会把我嘴型弄成 O， 会让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圆润一些。这个在旋律线条上是一件非常实用的事情。当你在快速演奏音阶的时候，你不希望你的声音听起来刺耳，你也不希望你的声音吹到低音的时候，听众就听不到。所以这时候你就要适度的改变你的嘴型，让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一致，线条听起来比较好一些。那更实用的是在这个重奏音乐里面，各个部别有各个部别需要做的事情。那如果你今天从和声转到主旋律的角色，如果你没有靠你的嘴巴做一些音色上的变化，那很容易因为你的音域过低，或者是你的音域过高，就会产生一些比较不舒服，或甚至是听不到的声音。那这时候你就要靠你的嘴型改变来做一些调整，让大家都可以清楚并且舒服的听到你所演奏的音乐。接下来我们就示范几个小片段，用 U 跟 O 来吹奏给大家听，你感受一下声音有什么样的不一样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在低音域的使用 O 这个嘴型来吹的话，声音会听起来比较远、比较暗、比较模糊一点。好，如果我们用 U 这个嘴型，声音会比较靠前，听起来会比较清楚。好，换回 O， 换回 U， 我们在高音的时候也用相同的方法来吹奏。那如果我们用 U 来吹高音的话，会产生这样的声音。我们用 O 来吹高音 ，U O， 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的低音用 U， 比较偏向 U 的这个嘴型。那在中高音的地方用 O 这个嘴型。那在中间中音域的地方，你可以渐渐的转换你的嘴型，才不会有一个很卡顿的现象。那这个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、去习惯，让你舌头去了解要放在哪个位置，才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声音。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练习的。以上提供的这些方法，会根据你的琴种不一样，根据你嘴巴的形状不一样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我也鼓励大家多去买不同种类的口琴，感受一下你在吹奏口琴上会产生什么样的音色，不同的曲风也会适合不一样的口琴。最后，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你分享给许多热爱吹口琴的朋友。这里是 D-Min Studio， 我是大明，我们下次见。